好的，欢迎回来。就这个语音里这种自信从容的感觉很好啊。主要他有底气啊。是的，这种第一把准备的非常充分。哎呀，这种自信的感觉要抽他一把。天哪！确实他做到了，好久没有先完成第一步，终结了 AG 的小局连胜。哎，这东西其实现在台下的 AG 的教练组估计是心里既咯噔又欣慰。其实说实话，作为教练组的时候，希望自己的队伍能遇到一些阻碍，其实是最好的。AG 很久没有在比赛当中遇到这样的画面，他们前面太顺了。说的难听点，好久没见到这么惨。是的，是的，第一把相当于碾压了。句号真是，说实话，我们不能因为一局比赛就去吹捧一个选手啊，这样不负责任。但我是真觉得啊，这上局小兄弟的表现真不赖啊，这橘右京拿捏的尺度刚刚好。你会发现他们这个鲁班父子选出来，前面跟鲁班7号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没有？他们其实并没有把这个阵容全部都寄希望于鲁班7号的发育怎么样。我觉得跟鲁班7号没啥关系。我这把安琪拉跟橘右京拿出来，就是让你 AG 中路卡你喉咙，让你转线有点转不动。对，就对于快手量这个阵容最好的画面就是鲁班7号没有画面。就妖刀也很希望这样，因为如果这个阵容需要鲁班7号站出来，那一定是逆风了。那一定是这个阵容到逆风了。就鲁班7号其实是个诱饵，到最后我们发现 ，AG 确实是慢慢的发现这些队伍们为了他们啊准备了很多很多的礼包，对吧？第一把一上来就有点陌生，你怎么把敖引完了？但是这样就好了。接下来的比赛我觉得会可能比平时更精彩，因为第一局这个是给 AG 狠狠的上了一下弦。现在场上的这5名选手应该也发现场上的气味有点不太对了。是的，看一下 AG 的败方选边还是蓝色方。北京虎估计是要占一个班位。主要看快手这边红色方的班位。鲁班大师要不要搬掉了？张飞。逼你搬沈梦溪，对，有种还是你搬杨戬，我拿沈梦溪。沈梦溪、杨戬2选1嘛，看快手怎么搬了是沈梦溪，杨戬放出来了，这个得拿。敢放这个？这个确实是最近放出来他就赢。这个确实，昨天小胖有一把杨戬展现神力，这个英雄全是热血和努力，你真没办法。AG 这边的话，他的杨戬可以摇摆，中艺有玩过，轩辕也有玩过，就看怎么配就行。对，然后还有朵莉亚外边。放这个英雄，虽然我觉得你敢放，就跟上一局一定是有所准备的。打这个英雄，但是真的能以凡人之躯比肩神明吗？我刚想说，打这个英雄，不管他是打野还是对抗路，大司命是好打的。其实如果可以的话，就用大司命去追着杨戬打对位是最好的，是吗？他去哪里去哪？对，但比赛里面大司命还是走打野。空耳。又一个开团辅，子阳上把也没有管鲁班7号，就是带着人上去开团冲。他这把空R更是肆无忌惮了。哦，来了，朵莉亚加杨戬，那杨戬大概率是走打野。公孙离的话，快手其实可以拿，但是 AG 这边提前选了，给拆了。一诺千山，这样快手这里可以是原射，也可以是仓，要么就是留到后边。来吧。海月，这是直接要把杨戬拉走，这是一个不错的。就是你不要给我搞成吨的 AOE， 我拖你时间。我今天就是神仙之下我无敌，神仙之上1换1，哎，真有说法吗？那这个杨戬要考虑一下，要不要继续放在打野了呀？要不然没闪现的话，确实容易一拉就走，对吧？你朵莉亚还没有什么能刷大的。主要杨戬这个英雄他进去搅的能力很强，对，你把他拉走嘛，单杀一个海月最多。他甚至在里边不一定杀得了。看快手这里班位海诺加上女娲，这种能痛击后排的英雄，还帮空儿搬了一个海诺。AG 是把苍原射我们刚说都搬了，那还有一个百里守约，一个大后期。真机帮大司命。因为这把沈梦溪上班了，嬴政刚才 AG 用过了，打海月好用的长手法师，所剩不多啊，剩个干将莫邪。AG 把守约也搬了，那这样妖刀看他要不要直接就选个简单粗暴的戈亚或者是狄仁杰。狄仁杰打杨戬速度快，有黄牌，戈亚就属于虽然对线猛，但这英雄这样的事儿再说吧。还是选择了戈亚，他比较自由，对吧？比较容易去跟空儿接 combo。主要看 AG 的中单的选择了。
还有这个杨戬到底放啊摇换了，我觉得是摇摆，因为他不带闪现，他太容易被海月拉走了。是的。现在换成双大夏侯惇就不一样了，且 AG 这个赛季双大夏侯惇是渲染乐了，我玩，哎，平时拿不到，今天我玩。小乔锁了，这也是一个长手法师啊。但没想到小乔跟公孙离在一侧阵营，哎，不容易。曹老板，曹操打杨戬，但线上感觉前期杨戬的强度还是比曹老板要高一些啊。嗯，但是没办法，这杨戬是硬生生给逼到对抗路上去。就我前面想过，如果真的就是拿着锁在打，有没有可能把夏侯给扳，还是放出来？他快手针对中单比较严重啊。嗯，他扳完一个鲁班大师之后，后边4手全是给了长生。但有一说一，咱别管今天最后结果是怎么样，我觉得苏尔快手的整个赛训组是值得肯定。就这一看，肉眼一看啊，就这研究 AG 最近最起码得3天没睡觉。那肯定了，这战他们备战了很久。是的，这备战了好久好久的感觉。从前2把的这个 BP 策略上来看的话，他们抓住了一个核心，就是 AG 的中轴。他第1把是在阵容上做的比 AG 的中轴强，让 AG 这个嬴政有点动不了。以前 AG 拿到嬴政的时候，他经常能够随便动，帮边路，你的边路就没有那么好抓他。包括他的边路优势也会很大，这把裴擒虎都不好来中，对吧？第1把其实那样也会影响中野的经济。但是这把的话，他是在扳位上，你前3轮没选中单，我就一直给你扳，逼到了一个小乔长生第1次，在这个赛季第1次用小乔。是的，所以你发现最后我们王者这么多年，大家各种战术精进到最后万变不离其宗，返璞归真，抢中轴，还是中轴，抢中轴，最重要的中轴。哇 ，AG 今天有压力的哇！我觉得这是最近这么多场比赛里第一次实质上的感觉 ，AG 今天有威胁。而且今天这快手赢完狼队之后，这个状态保持的相当好。对，也有可能就是每支队伍碰到 AG 的时候，都会掏出这种200%的战斗力。你要磕一磕的呀。对，其实 AG 今年确实是因为从去年到现在太强了，就所有这些现在 S5队伍谁都在想着。嘴上都是，大家也当然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，AG 是最强的，但是并不妨碍着每个人都想去挑战他们一下。对，一打到 AG 的时候，大家都不自觉的会兴奋，卯足了劲儿，跟强者过招嘛，跟强者过招，更能证明自己。开玩笑，但是输了不亏，赢了血赚的局。来吧，看这把的这种临场转变转出来的效果怎么样 ？AG 这个。渲染的杨戬变，然后后面转成了双大夏侯加小乔，这个是感觉是被整个快手的 BP 策略给逼成这样的，在临场做出来的临场应变，看大家选手在场上的反应是怎么样。是的，长生这把多半还是一个放经济的存在，虽然他拿的是小乔啊，要不然他就选干将莫邪了，就直接当核打了。来吧，进入比赛，双方的第2局，蓝色方成都 AG 商会，红色方苏州快手。做好准备，全军出击。快手又是3人爆中，抢第1波线，然后直接进了夏侯惇的野区，吃战壕。这把子阳因为带的是传送，他抢完第1波中线之后直接飞下路，导致了下路这个线权 AG 还是没有拿到。对，他这样相当于一个空空儿兼顾了2条线，再控一个红隼。这前期第1波对抗上该赚的都赚了，山豪也赚了，红隼也赚了，看这个劣质呢，还想抢啊？公司烈烈要留个2，拿到了，大帅的吧？好像是的。但下路要被卡线啊，这样能够过来硬吃这个兵，但是后面掉点血没关系，因为有佐利亚。这是一个经典的戈亚打中位移，也是好久不见了。愿增会。野区也提速。护甲鞋要刀，继续打线上对抗。那边子阳来了，关键后边还真是线上打不过。
看野区啊，看野区，大司命想继续控山豪，但是第2轮呢不好控，直接锁。在我的野区打架，是的，我有优势。跟长生打一套有机会扇子回来，一血直接打掉了。这是双大，这是夏侯惇啊，吃不住这个伤害啊！而且中野很果断，你过来跟我抢山豪，那我就直接动你。你如果在我野区打，我有野区的保护机制，而且才2分钟，是又不怕。开锁，黑沙爆弹盖下去，这刀下去伤害量感觉有点不够。这样夏侯惇是趁着大司命阵亡的时间，多去下路吃了波钱，再回去一起提速吃野区。甚至这个红 buff 我感觉可以让给一诺，因为双 buff 在夏侯惇身上是双 buff， 他给了，让发一路舒服一点。这是从对面手上抢的 buff。是的，上路想打个2v2啊，小乔看怎么说。这个先手后边他得吹到海月，要不然吹到曹操，曹操是有大招的。这波对吧？吹到海月的状态2个，压下去，压得很低，没接啊，没有选择打。中野开始反进句号的野区，我刚才盯着渲染的闪现，我就以为他要上了。他有被动的刚刚，就是法天象地，但是他没打选择去跟长生打。在这里当着面，中野第一反应有点狂了。他身后有小乔嘛，帮他补伤害。对，这是小乔的作用，他比干将的技能稳定，他有个控。哎，他是真疼。发一路的话，暂时是没不来人的话，出不了什么事。谁人数有优势，谁就是有优势的一方就可以控对手的线。HG 卡线，再加上公司里带红出了末世，跳跃旋转，碧波闪闪。把线继续卡住，先吃个鸡肉，不能漏刀啊！先吃一个兵，再回头收野怪，再卡妖刀一个线。发一路现在勾心斗角。4分钟刷龙了，龙吃掉，不是把兵线吃掉，准备龙。目前对抗路都过不来，夏侯惇直接大上去，上锁，小乔闪吹，吹起来，强行拉走。另一边空花也开起来，大司命往下原地一坐找长生的位置，但是被中野被一诺点的到处跑，这次往哪儿走啊？有点脱节，差一下跟上，句号倒了，那边空儿是反向跑，直接传送走了。杨戬2闪跟上，差点伤害，差一条狗。朵利亚给杨戬又刷了个大。因为这波团是 AG 主动求战啊，双大夏侯惇的强势期，他直接夏侯惇冲着你海月去，再逼你拉他。长生接的也快，长生是直接闪现过去，消耗了一波流浪的状态。看一下一诺的这个联盟总击杀第1，现在已经累积到了3300个击杀，又凑了一个整百。是的。很高的数字，句号这2波掉点有点难受了，因为他看那个小乔没闪现了，就想黏着小乔继续去追，但是大帅这里有回复量，导致了这个大司命一直到不了大司命的斩杀线，对，他自己就追人过深，跟队友脱节了，然后他又陷入了 AG 的野区，然后被一诺追着点了一路。实际上从第一波他阵亡送出1血的那一瞬间，他在打野队伍上已经处于一个劣势队伍了，再加上朵利亚到达4级之后，对于杨戬的增幅非常大。他们在中路对抗上就要小心了。是的，其实这把朵利亚不管跟夏侯、跟杨戬，其实他的配合度都很高的，有更多选择。上路怎么说？狗到了，哦，上去挥一下，包一手大招锁住，一套伤害，刚刚好啊。海月还不敢留人，留人的话自己要死。这种就不好处理了。其实现在夏侯整体在我们赛场上的胜率真的不算特别高，但是中意的夏侯还是胜率高，就是整个 AG 的夏侯体系很成熟。对，夏侯惇这个走位什么意思啊？进对面一塔后边吃了个血包，开始不讲道理了，直接见人就打。是的，谁敢守这个塔？5人抱团了。长生现在威慑力也很强，他就负责和夏侯惇接 combo， 这他应该挺快乐的。真英雄玩的不比正常的几个中路快乐吗？拨几下，手也很长嘛。是的。一诺第1，中医第2，长生第3，然后渲染排在第5。又来了，想红 buff 也不想给，直接大过去。但是已经被句号的大司命给拿到了。是的，但像中2
给点压力。你会发现这两支队伍啊，一方拿到优势之后，会不想给另外一方一点发育的时间。是的，追着你打。S 组就该是这样的。对，稍微有一点优势的积累，就直接疯狂追着你打，不给你发育喘息的机会。每一波线都要送在塔下有价值，让他去磨对面的塔，而不是送一波线之后就没有后续了。对，榨干每一波兵线的价值。要么就不要动这波线，要动的话，我们就要想好后边这一波怎么打。再回来收一波野区，把这个经济差拉开。现在快手就很难办了，尤其是这个空空儿，他带的是传送，在前期的作用效果只有第一波，是的，后续的话不明显，那他团战就有点难受了，有点尴尬。现在基本上都是背开，他也不太好反手。长生做了本弑神之术，重装小乔，这小乔现在就是持续作战能力极强，他的经济也不低啊，而且他有 buff 拿。对他这把一直有在参团。3号位的小乔。这把长生大招利用率极高啊！拉走了肯定是杀不掉的。看侧面渲染，找出位置，先侧面刮一下，大司命强斩杀的是大帅，但 AG 这个位置应该就是卖了，走了。这波高地没打下来，毕竟才8分钟。子阳直接往上传，带一波线，补波经济。但是怎么走呢？要看 AG 会不会去留他，因为有红区，有点深啊。就看 AG 这里的选择，先进红。句号想交城，但直接被一诺公司尼推开了，卡住位置。好，子阳摸着墙边回来了。子阳也是在做博弈，我这波传过去，你是来抓我，还是去反我的红？你要真的把我抓了，那红 buff 我的队友就能拿到，但你抓我还需要一些时间，成本是挺高啊，毕竟是个空空儿。是的。一诺3件套，对位经济差来到了1220，补刀压了11刀。跟紧了。这把确实妖刀也没什么脾气，因为空空儿不能够一直绑定跟他去对线。是的，且长久对线，朵利亚是有优势的。直接摸龙。这主宰真的不太招人待见。这波 AG 预判了萝卜的带线路径，萝卜要被抓，卡在侧面，被闪现的，但是队友来接了，掩护一下。但 AG 的人也把中线运过去了，再过来包。要越吗？卡住2塔的位置，那就推2塔吧。出来吃一口算一口，只要不给对手就行。蓝区，蓝区加龙。看快手是不是想换龙啊？快手估计先把这个红线稳稳的拿下来。这个龙我觉得 AG 不会给他们换。AG 能不能来得及？这个龙速度打得还挺快。是的，能不能来得及过去 ？AG 肯定是不想给换。小乔已经提前跟朵利亚过去了，看能不能留人。是已经挤到了，这个龙应该是能打掉，但打掉之后人能不能走得了？闪流吹起来，长生伤害非常大，直接把子阳秒了。是的，这样句号跟萝卜只能分散跑。卡住位置，句号这里应该是走不了，感觉萝卜那个位置也难。他闪现大招都没了，的命中率了。其实拖着不让他回家也行。是的，锁住。主攻，综艺在等下一个大招，再锁。曹操有大招了，但是上路 AG 的队友已经在推快手的高地。是的，这边打不过，他有钱了，拍一下，还差一下。哎呀，好急，但是没办法，打不过，真打不过。这波就是这样，就是 AG 可以让你拿龙，但他肯定不能让你人走。对，不能全身而退，毕竟是优势方。这样的话，这个龙就肯定是会亏钱。长生太果断了，闪现过去直接把空空儿秒，因为空空儿身上没有什么魔抗装啊，对，只要被小乔打到就是一炮秒。我现在是经济优势的一方。长生这装备就既经济实惠又实用，但爆发还不低。出个梦魇，哦，一个回蓝鞋，一本弑神书加个辉月。了解，把曹操大招逼出来了。是的，
11分钟40多秒，破掉了快手3高。长生是见人就开大，压制力极强。有朵利亚，对，谁先开大招，朵利亚就先给谁刷嘛。看这波啊，卡在侧面。哦，长生看到了，知往前走道这个开大是正身，闪吹扇子秒了。一个人追着3个人，然后再分割战场。渲染赶过来，一诺赶过来，钟意从侧面也过来，就很难跑了。这把快手确实是有点拖不住啊，海月不能开先手了。太凶了。直接往上锁，硬吃技能。反正扛得住。卡小的位置乔闪退，又来了，长生。他海月闪现躲然后渲掉了。染狗进去2技能接大招，华丽整套，然后海月拉完之后，小乔再往前压，扇子又刮了3个人的自己圆头，回有回月，头开飞跃撑一波，大司命进来想硬斩，但是斩不掉，伤害不够，再被一诺强行收完，狗再中硬接进去，兵线被传送卡了一下，没法第一时间推断，还能够推掉，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玩会。这把真的是 AG 又撵回来了一把。哇，真的，我跟你说，我这。